105万界主，612名不朽，合围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我族神力勾动九幽世界之力，能清晰查探出周遭一切非我族群之力的外族。数百万将士合力，我就不信那外族逃得脱。殿下，9层包围圈已部署完毕，传令，收网，层层筛查。800不朽听令，九幽合击。外族不朽已死，这么轻易就死了？不对，才这么点东西，他肯定是假的。众将士归位，包围圈继续收缩。硬碰硬我毫无胜算，只能派不朽奴仆幻化成我的模样，暂时拖延时间。现在就看是包围圈收缩的快，还是魔杀族分身赶来的快了。好可怕的阻力，不仅无法瞬移，连返回都难。幸好我有天赋秘法玉，不然怕是要耗死在这里。发现外族！发现外族！发现外族！果然，按照原计划，扫灭一切外族，绝不放走一个。他们越来越近了。已经杀了39个，包围圈直径已缩小至10万公里，他快藏不住了。抓到你了！皇子殿下，都找遍了，这里连一丝外族的气息都没有。怎么会？天赋秘法分身。世界树的生命层次接近我体内世界孕育的极限，是成功还是？
我的体内世界无法承受其生命层次，费了那么大力气，还是失败了。身体大小决定着神力多寡。若第三分身拥有足量神力供给，可大大提高我的保命能力。还有什么借助其特殊生命，像世界树那样拥有庞大身体，适合作为我的第三分身？这么破坏会被叔叔说的吧？没事，他更希望我们变强。婴儿就是行星级，成年便是界主。这族群还真是强大。你们这些黄海孕育的，只有成为不朽，才有资格通过九幽漩涡去这一方世界之外瞻仰祖海的壮阔。九幽漩涡，他口中的祖海是指九幽之海吗？哼，而我，嘿嘿，可是吸纳祖海中的精华诞生，你们就该封我为首领。吸纳祖海精华，九幽一族是能量类生命，诞生的方式果然特殊。黄海108座都位于九幽世界的中心，备受礼遇，受无数子嗣朝拜，且禁止任何人触碰，未必比祖海差。先前听说这里有108位皇子，没想到黄海竟然也是108座。怎么会这么巧？难不成每一座黄海都和皇子有关？甚至……九幽皇子就是黄海，而九幽时空的主宰九幽之主就是九幽之海。果然如此。九幽之主的地位之所以与我媲美，是因为他被击杀后很快就会现身，不死不灭。当年妖族的天狼之主和苍央之主联手追杀他至九幽之海。九幽之主逃入海中消失，随即整个海洋的无尽神力燃烧。苍央之主瞬间就被灭杀，天狼之主则靠至宝天狼殿才侥幸逃出。经此一役，众人才知那九幽之主就是九幽之海。他一旦死了，九幽之海中就会诞生出新的一位，而九幽之海便是他源源不绝的能量源泉。有那直径10几光年的神力海洋，宇宙中谁能和他比拼神力？你问这做什么？弟子在九幽世界中探查得知，九幽之主有108名皇子，共108座黄海，便猜测其中关联。我想孕育的第3分身目标就是那九幽皇子。哦，有108位共存，生命基因层次应该不会太高，孕育成功几率会更高。九幽之主性情暴躁，你取其海水时若遭为难，实在无计可施，就向他亮明是我的弟子。此行务必小心，免得让老师惦念。你可知真眼得知你被逼入九幽漩涡后，不惜闯入九幽时空，与废晋王死战。后来呢？真眼厚积薄发，已于近日突破至宇宙尊者。废晋王实力远不及他，被杀得无路可逃。若非万逢尊者前来阻拦，废晋王必死。老师的恩情我一定偿还，而废晋王，他的命
早晚由我来受。跪拜的那些，应是尚未孕育生命的借助级皇子的黄海，适合孕育分身。你呆站在这干什么？啊！欣赏黄海的壮阔，一时愣神。小心点儿，海水严禁碰触。明白。希望九幽之主不会在乎这点海水。为了第三分身，为了将来的机遇，拼了！好浓的血腥气！人类，我看你是一心求死。拜见九幽之主。你在此逗留已久，应该知道黄海是禁止触碰的，竟还胆敢弄走海水！好强的杀意！我发现其他黄海的海水很普通，唯有这小型的黄海，海水有如鲜血，甚至隐隐能闻到血腥味。我在好奇下才弄了一些海水，我也是心存侥幸。心存侥幸，明知道是禁忌还敢触犯，那就得有承担后果的准备。看来只能亮明身份了。九幽之主，以为我要杀你？我本想杀了你，但你道和王是我祖神教外围组织内定的吸纳成员。你若愿意成为我九幽一脉的护教使者，我便饶你一命；不接受，你知道后果。为的是这个。听说修炼兽神之道至五重传承者，就必须加入祖神教外围组织。你加入本就是迟早的事。加入还是不加入？拜见护教神主。你倒是聪慧，这是祖神令，你可借此与祖神教联系，切勿丢失。明白。去吧。道和王可是自己送上门来的，那几个老家伙要是知道他入了我这一脉，不知会怎样。我竟然到了九幽时空之外！恭喜主人，贺喜主人，恭喜主人！海水到手，可以再孕育第三分身了。天赋秘法，分身。开始真正孕育，预计时间600年。成功了！将来我便会拥有无穷无尽的神力源泉，即使陨落，也能再度诞生。
都过了1000万次了，死心吧。哎，要是有一宝藏能为我出世，刀和王来了。他当年从九幽时空归来后，数百年都没现身，一出现竟然就来至宝藏之地。一去就去最高峰，这人类野心大着呢。飞金王，你说他能得到宝藏吗？第3分身再过100多年就能成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对空间法则的参悟也大有提升。在突破不久前，得先去试试能否触发为借主级传承者准备的宝藏。他还差得远。第2座也没反应。小小刀和王，这下该知道自己的斤两了。开启宝藏真难啊，这是最后一座了。没事，本就是来碰碰运气。宝藏！怎么可能？宝藏开启了，肯定是别人触发的。是我，刚才我碰了那棵树。不，肯定是我。只有刀和王还没出来。看来这宝藏属于我。此处的宝藏可都有媲美至宝的价值，不知这戒指里会是什么？刀和王，日后我一定会让你明白，自身实力才是根本。是飞行宫殿类的重宝。飞行宫殿，类似于天狼之主的飞行载具。没错，这艘古船本名为银球幻影船，简称银河，属于顶级重宝。在你能驱动星辰塔前，它是优秀的过渡性载具。介入失败！古船的前任主人在权限上设了卡，只有破译密文才能解锁权限。可这种密文在我的数据库里没有记载。原来是他。这位乘风前辈是？乘风，祖神教最早时期的8大兽神之一，与后天凭借修炼成为兽神的存在不同。自宇宙诞生之初，他便融合本源法则，化身为兽神，属于天生兽神。他实力强大，只是天生兽神凝聚宇宙精华而生，无论鳞甲、皮毛、血液，都具有奇效，是强者眼中的珍宝。包括你使用的血络晶，也是天生兽神留下的。至此，你应能猜出乘风的命运。血落世界的兽神遭强者围杀而死，那乘风前辈也……他早已陨落。哪怕是天生兽神，也逃不过弱肉强食的铁则。于我们人类而言也是如此。罗峰，你是我族将来的支柱，要想保护族群，
就必须保证自身实力。眼下，你虽已濒临突破不朽的关口，但唯有先提高生命基因层次，才能在突破后站到更高的起点。这是兽神之血，每滴血都由100颗血络晶凝聚而成。100颗。相比血络晶，兽神之血的力量更易吸纳。寻常人类强者的生命基因层次，100倍就是极限。罗峰，我希望你能远超这个极限。是。这是。第3分身要诞生了。这么大的体积，难道一孕育出来就是一片海洋？这第3分身竟然是血肉类生命，好庞大的体型，体内能积蓄的神力一定也很可观。考虑到与九幽之海的渊源，这第3分身不如就叫幽海分身。从此刻起，本尊和3大分身已定。我罗峰到底能在这宇宙强者之林中，成为一棵孱弱树苗，还是最粗壮的参天大树，就看以后我自己的努力了。这具身体内似乎蕴含着庞大的记忆信息，看来我幽海分身有2大天赋秘法：化海与创造。化海？就像黄海和祖海那样。化海，化海天赋能瞬间让分身化作无尽幽海，并且体积可不断膨胀，以此容纳更多神力。哇，直径10万公里的血海！不过没法像之前那样自主移动了，而且没有分身，也就失去了作战能力。一旦化海，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周围时空，这应该算是一种逆天的攻击手段。只是，这血海的大小怎么不对？那界主级皇子的血海就有8000万公里。先不管这些，再试试另一个天赋：创造。这是从无尽幽海中提炼出能量，再对生命基因进行组合，最终凝聚成生命。对了，我为何不利用这个天赋，创造出一个幽海分身的子分身？这个子分身可以用于存放意识，就算被毁，也可以再度凝聚。难怪九幽之主可以一直复活，因为死的都是分身而已。只是他的活动范围依然受限，且战力大不如前。这个问题恐怕一时难解。眼下还是专注于提升生命基因层次更为要紧。除了作为能量生命的魔煞分身，其余3具身体都有提升生命基因层次的空间，一同提升到上限，才算是在突破不朽前打下了最扎实的根基。
我倒要看看宇宙生命基因层次的真正极限。幽海分身虽然是特殊生命，可也是血肉类生命，一定能修炼9阶秘典，提升基因层次。而人类本体和金角分身的提升，则需借助血络金。金角巨兽融合血络金的数量已超300克，人类本尊却仅能融合82克。看来唯有靠兽神之血，方能更进一步。这股席卷而来的疼痛，远甚于融合血络金之时。对9阶秘典第5阶的领悟，已为我和金角分身打下48倍生命基因层次的基础。如今，金角分身的基因层次已达6400倍，人类本体虽有不及，但也超过了3000倍。废镜王的基因层次也才2000倍，突破不朽后，他恐怕就不是你的对手了。3600倍，7200倍。幽海分身的基因层次，通过领悟秘典，甚至超过了金角巨兽。啊！突破了10000倍，而且仍然没有到达上限。我的元核怎么了？元核得到蜕变，我的意识也被赋予了一段讯息。讯息是一套天赋秘法。我为宇宙。它的威能极大，一旦施展，身体将瞬间化为微型宇宙，困于其中的敌人将实力大减，自身则实力大增。若是自爆，威力甚至堪比宇宙爆炸，可直接湮灭敌人。太离谱了！我跟着主人纵横宇宙这么多年，也想象不出它的威力。不过，该秘法耗费极大，以人类本体和金角分身的神力，甚至不足以施展一次。就算是神力最充沛的幽海分身，也会在施展10次后燃尽身体，而之后的神力补充又会十分缓慢。生命一旦成为不朽，位于宇宙核心的本源之地便会将大量神力灌入对方的体内，以助其完成蜕变。所以你突破后，神力供应会有所改善，但恐怕还是不够。除非你在成为不朽前，最大限度提高神力的承载力，便可在突破后受到更多的神力灌注。要提高承载力，恐怕只有扩大分身的体积。对了，可以利用幽海分身的化海天赋。化海。